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昨天在法国巴黎发生了一个枪击案哦，那个蛮恐怖的哦，是一名妇人，她穿着头巾，她头戴头巾哦，她在地铁站大喊说"真主至大"哦，那声音非常大，我们看到呢，当场法国警察就拔枪开轰了，击中了这一名妇女的腹部。他现在还在医院急救当中。那当然，因为在这个时间点呢，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战争哦，在全球各地，尤其是西方世界，警方安全部门都非常紧张，因为担心会有恐攻。那一位蒙面的那当然就伊斯兰教的一位妇女，突然举起手来说"真主至大"，这件事情的确会引起他们很大的紧张。不过现在呢，这位女性为什么这么喊？不知道哦，她在医院治疗当中有生命危险，而南美洲现在呢也陷入了分裂的状态哦，有很多南美洲比较左派的国家现在已经讲出他们的这个立场了，包括智利、哥伦比亚召回驻以色列的大使，南美洲还有另外一个国家叫做玻利维亚它更激烈，他宣布要跟以色列断交，已经断交了因为他认为以色列犯下了反人类罪我们知道现在加萨走廊被以色列密集的轰炸，平民死伤超过8000人，其中有一半是小朋友。而另外我们看到布林肯，美国的这个国务卿布林肯礼拜五，就是过2天之后又再度要访问以色列。FBI 的局长说，美国国内的威胁增加，什么威胁？恐怖攻击的威胁。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美国的穆斯林现在也有一些反应咯过去这些穆斯林他们比较支持民主党，可是现在他们要求拜登，你赶快促成以哈停火，否则我们不会支持你连任，并且也不对你进行这个所谓的这个捐款募款，我们都要暂停了因为在这个2020上一次的美国大选之中，大概美国国内有110万的穆斯林他们去投票。可以看到呢，压倒性的超过64%的穆斯林是投票给你拜登，给你民主党的。现在你那么支持以色列，这么挺以色列对这些穆斯林兄弟来说，他们看不下去。而另外一项调查，我们也可以看到最新民调显示，美国的阿拉伯裔的选民对这个拜登的支持度大幅的下滑，现在对拜登的支持度已经低到17%了。所以像这样的民调也会影响拜登的决策。我们看到拜登现在对挺以色列这件事情有一点点风向变了，或是态度上面有一点转变了。包括你看到的这个美国官员也严厉的提醒以色列说，你要对于哈马斯跟平民混在一起这件事情，你要特别的谨慎避免伤害平民。而布林肯也曾经说，必须考虑人道暂时停火。可惜以色列到目前为止还是拒绝这一项提议。以色列是不是杀红眼了？我们看到最近有几项新闻，有几桩新闻出来，也认为他已经有一点点走火入魔了。包括你对难民营开轰你去轰炸难民营干什么？以色列告诉我们说，是因为你哈马斯的指挥官躲在难民营里面。可是必须讲你那个指挥官，你情报有没有可能错误因为哈马斯告诉我们说，这个指挥官没有在难民营里头那这样一轰炸，这个指挥官有没有被消灭不知道，可是至少有50位平民在这个难民营里面死掉了。因为你轰炸难民营嘛里头也有小朋友。而另外我们看到这个数字也很惊人，以色列到目前为止3周以来已经投了近2万吨的炸药投到加萨这个地区，已经超过了广岛的原子弹的当量。多么可怕，多么悲惨加萨这个地方，你透过卫星图来看，已经是一片被夷为平地了。另外我们再来看看以巴的冲突扩散下一个是谁？以色列的国安顾问呛瞎说，下一个就是你真主党了。为什么？黎巴嫩的真主党大家知道在以色列的北部不断的偷袭以色列，所以呢这个包括以色列国安顾问都非常生气，他说你等着我，在哈马斯之后我就要消灭你真主党。而另外我们看到以色列它其实是4面受敌
它旁边都是阿拉伯国家嘛。也门有一个叫青年党的民兵组织，现在也对它做很多的偷袭包括它的港口都来自于也门发射的无人机来偷袭它看起来是这个包括这个也门青年运动武装组织干的他们发射了自杀无人机去偷袭他们。我们来看看纳坦雅胡怎么说，非常非常 tough。他说，以色列的军队不会停火的，因为停火等于向哈马斯投降。我们看到伊朗的总统莱西也发话了，他说，你以色列持续轰炸加萨已经越过了红线，所以你是在逼我们做行动，而美国要大家什么都不要做，可是美国自己却持续支持以色列，这对于阿拉伯国家来说是可忍孰不可忍。来请教蔡委员。本来我们以为叙利亚内战已经够残酷了，阿富汗战争更残酷。我们以为阿富汗战争很残酷了，俄乌战争更残酷。我们以为俄乌战争已经够残酷了，现在以巴战争更残酷。特别夹杂到了宗教民族的一种历史仇恨，变成你死我活。这样杀红脸的，不是一个正常国家应该有的作为。正常国家也要知道什么叫做国际法，即使是对不同宗教、不同民族。但是现在有的美国的支持以色列是不动如山。平常心讲，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办法去对以色列做任何的牵制。然后以色列呢，就抓着哈马斯，会消灭哈马斯不可，那也会波及到很多很多的无辜的平民，这就是这场战争的残酷地方。再加上哈马斯也把自己的老百姓当人肉盾牌，所以这一点实在是令人很无助那现在就说这个穆斯林的选票会不会影响拜登？我要很不客气讲，不会，不会啊。为什么？因为川普更极端川普昨天演讲公开讲我们就是要支持以色列，我们就是要消灭哈马斯。那这些人可能去投川普吗？不会。那他们不投川普的话，那是拜登落选，那变成说这些人以后就更无助，就更激进了。对对对，就是说你也没办法，因为在美国，你穆斯林100万人，你知道犹太人多少吗？800万。而且犹太人是在美国社会里面呢，几乎是精英阶层，你穆斯林不是，差异就在这里所以这一点就变得美国内政夹杂着国际问题那在欧洲更是，欧洲有很多的穆斯林他在地铁里面喊真主伟大，就引起了法国警察的误会，那也是一连串事件最后的结果。他不是说今天这样明天这样，因为过去这个所有的这个法国产生的这些恐怖攻击都有这些宗教成分在这里面，所以搞得法国警察也紧张兮兮的。那未来会不会更多恐攻活动？会的，会的，但是影响不了大局。理由在什么地方？各国在对应付处理恐怖攻击的经验，从9·11以后就已经不断的累积上来了，所以问题不大。但导致其他的国家没有帮助巴勒斯坦，也没有帮助哈马斯，光一个真主党实在是没什么用，因为真正的大咖的 player 像埃及没有下场那叙利亚更不用讲，叙利亚已经是个破碎的国家，更没有力量。那伊朗不敢下场，只敢讲话，那这场战争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已经注定了。所以我们未来还会看到更残酷的战争的画面，但是我们都无可奈何因为只要美国在那边，就挡住了所有可能处理巴勒斯坦的问题。我们只能束手无策吗？对，是这样吗？我有经历过巴黎的恐攻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在法国巴黎大学读书。我离开地铁站走到我们学校，因为那个地铁站是在圣母院，然后我要到巴黎大学去读书，走了一半的时候，然后听到一个很大的声响，砰的一声。然后我们感觉奇怪，巴黎从来没有地震，怎么会这么大的声响？结果我往后一看，那个有烟雾从那个地方传上来。那没有多久以后，警车全部都来了就是一个很大的一次的地铁的恐攻。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的所有的上学、下课到公共场所，甚至到百货公司，那个安检是非常的严格
所以当每一次这个中东地区的冲突发生的时候，尤其跟以色列的矛盾，或者是美国去入侵中东的一些国家的时候啊，通常都会开始在欧洲或者在美国这个地方，特别是在欧洲就开始会有恐攻的行为出现。所以欧洲的警察他们压力很大。欧洲的大部分的国家，包括英国的恐攻也很严重，还有法国等，还有比利时，他们的压力都非常的大。那现在的情况，以色列跟加沙地区的情况没有停火、没有止火的情形下，我们看到在欧洲大家已经提高了警觉了，因为也都已经放出警讯了。那我的女儿在那边读书，我也提醒他们啊，搭交通工具的时候要特别留意了。然后那个多人聚集示威抗议的地方也少去，因为这个就已经开始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了啊。由于美国硬挺这个以色列，而以色列在这一次是在全世界、在联合国、在任何一个地方，它基本上都受到谴责。那也就是说，国际社会之间对于过去犹太人还有以色列他们的这种受到纳粹的迫害，他们的同情心，仅存的同情心，已经几乎都快要没有了。那美国由于硬挺以色列的情形下，美国在国际间被孤立了。我们看到像这个马来西亚的总理在国会里面就直接谴责美国，说美国3次的对于马来西亚政府施压，要他们挺以色列，他们断然拒绝了。那因此，他们跟美国的关系已经在产生变化。然后我们也看到印尼的佐科威总统也已经站出来，昨天发表了这个愤怒，而且谴责以色列，也要求美国要制止以色列继续对于这些军事行动等等。连亚洲美国经营很久的这个马来西亚跟印尼也又重新回到过去，跟美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沙特阿拉伯也讲话了。我们看到他已经终止跟以色列的这个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所以美国其实他在国际之间，因为他硬挺以色列的情形，他越来越被孤立，而且越来越多的国家认为美国不公平、不正义、不道德。那美国只为以色列的利益，偏袒以色列的利益，这样的情形有损一个国际间最大国家。军队力量各方面最大国家的这个形象，所以中美洲跟南美洲对于以色列的谴责跟愤怒，我觉得对于美国人来说，他也承受了压力。现在的情况是美国的总统怎么做选择？是我觉得这个是关键在于拜登了。是，来彬哥，我觉得这个就是在法国发生的这个不幸的事件我认为这只是开始而已，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多。那法国本来就已经是相对这个穆斯林管制比较严，因为像刚赖老师讲，法国之前遭遇过好几次恐攻嘛，所以他们曾经一度是禁止蒙面，就整个街上全部都禁止蒙面，只要蒙面就可能是有问题的。那像奥运期间，他也禁止他们所有的运动选手穿这种穆斯林的这些服装。其实法国本来就规定比较严，那这个警察又看到有人这样的装束，然后又在喊这样的口号的时候，他会紧张是可想而知。可是问题是，你觉得穆斯林会接受这种动作吗？他是不会，这一种很可能就会演变到像那个美国的这个黑人的这种暴乱一样，到最后可能就会出现类似的状况。那美国自己国内部也是一样，美国自己境内有这么多的穆斯林，那他们长期本来就已经觉得自己受到歧视不公平，那现在美国政府又非常明确的站在以色列这个地方，那到最后的结果，我觉得当他们抗议无效，那就好像蔡委员讲的，我不支持你，你也不甩我。那下一步他们要怎么做？他要引起你的注意，那大家也知道是怎么回事。而且这个情况恐怕不止发生在美国，整个欧洲，甚至世界上其他的地方。所以我觉得现在大概每个国家都要很谨慎小心，不要随便站错位置，站错位置可能就会出状况。那至于说拜登虽然好像包括布林肯，好像他们在讲一些立场开始比较稍微往中间偏了，好像要求以色列要克制要节制，可是问题是在我看来那个都是场面话，因为他们并没有真正做任何行动去阻止这件事，而他们现在这样讲只是卸责，表示说我有讲咯，他不听我的，我没办法，对。但是问题是你是世界第一强国，大家也都知道以色列能够这样子，都是靠你在背后撑腰，所以当你不改变这种做法的时候，那抱歉，最后世界的矛头就会指向你。
那反倒是这些中南美的国家，甚至这个也门的这个组织啊，这个组织在干嘛？你知道？这组织在趁机争取好感。因为他是叛军啊，他现在显示出来，我跟政府军不一样，我是站在阿拉伯人这一边的，你们要支持我。所以你看，巴勒斯坦人民正在被屠杀，可是世界上大部分的地方，大家还是想着自己的利益，这就是现实社会。没有错，现实社会永远是这个实力原则。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日本经济新闻最近做了一个这个报道，他说俄罗斯的防长绍伊古直接讲。你们西方啊，希望我们亚太地区发生冲突让我们这里越乱越好，这是来自于俄罗斯国防部部长的说法。而日本政府最近其实也蛮紧张的，因为他们很怕俄罗斯俄罗斯一有什么行动他们就紧张他们就非常害怕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俄罗斯的直升机闯入日本的领空吗？日本政府做出了严重的抗议，这是来自于昨天的新闻。日本防卫省说这架飞机是从俄罗斯这俄罗斯的直升机跑到我们的领空来所以害得我们自卫队的战机也紧急升空来因应了。过去其实半个多月前也发生类似的事情，俄罗斯的战略轰炸机在日本海上空飞行超过7个小时，再引发了日本的军方的紧张。而另外我们看到中国大陆跟菲律宾在南海的冲突有升级吗？现在变成军舰对峙吗？我们看到的这个是中南海包括主权的争议啊。日本说我们打算对菲律宾来进行首次的实施军事来做一个支援。我们看到呢，其实美国对于菲律宾已经做了在南海部分的这个支持，那现在日本也加入，这是什么意思呢？那是在向中国大陆来施压跟喊话吗？美菲的防长重申要共同防御条约这件事情要重新来做一个宣示，因为如果船只碰撞了，就定调你中国非法行动所致我们看到呢，防土中国的这个态势是非常的明显。而另外呢，大家国际上面非常瞩目的是11月今年这个月会不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美国跟中国的领导人再次碰面并且握手白宫今天说了，拜登预期将在11月举行的 APEC 领袖峰会在场边会晤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可是北京到现在其实没有给肯定的答复，只说往这个方向在谈。这个是上个礼拜王毅跑去访问华府，那个时候他跟布林肯苏利文见了面，然后两边都有转述要朝这个方向，也就是第2次的拜习会来努力。可是中国大陆并没有做一个 confirm， 他没有说对我们会见面。白宫倒是先宣布说，是的，拜登会在白宫会在11月不是白宫，在11月的这个 APEC 应该是在旧金山跟习近平见面，所以两边有不一样的讲法。另外我们看到香港的特首李家超，原本这个因素因为他没有办法出席 APEC 峰会，有可能是卡关的因素就是习近平可能不会去美国的因素。可是现在有一个解套的方式了我们看到最新的报道是李家超因为日程事宜不出席 APEC 改由这个香港的财政司长陈茂波来代替他去出席 APEC 那这样子李家超被美国制裁的因素不就拿掉了吗？我们看到呢，就是北京这个是美国智库说，北京在判断符合其最佳利益的时候，可以无情的、务实的来更改。而另外，美国智库这个专家白明就说，这次显然是中美协商安排，两方会谈之后，避免直接拒绝李家超出席，所以呢，这个让李家超说，因为我时程排不出来呀，所以有别人代打呀，北京如今不需要回应，没有收到邀请就是尴尬的事情，我们就把它用一种不着痕迹的方式把它给这个拿掉了。而另外，我们看到中国的金融贸易战现在发展到什么地步了呢？全球央行今年前9个月狂囤黄金，而中国大陆买最多这个是来自于世界黄金协会的最新报告。他说，中国大陆是中国央行是购买黄金的主力上一个季度买进了78公吨，那从1月到现在加起来已经买进了181公吨。
使得中国大陆的黄金在外汇存底的占比达到了4%。另外一方面，它大买黄金；另外一方面，中国大陆还持续减持美国的国债。到8月底，余额已经创下了14年的最低水平，目前下降速度正在加快当中。这释放出什么样的讯息呢？我们看到习近平的最新讲话，他说，金融是国家核心的竞争力重要的组成部分。下一个目标，习近平说是要建设金融强国，这透露什么样的讯息呢？我们请蔡委员来帮我们解读。其实，习近平主席这一次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啊，因为在今年的3月份啊，他设立一个中共中央的金融工作会。以前2003年温家宝也成立过这个工作会，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在胡锦涛时代就撤销了，到了习近平现在在今年又把它成立出来。本来大陆上各个银行里面都有共产党的党组织，可是后来打散到各个不单位里面去，现在统统把它集合过来，然后集合过来以后，准备好这一次开金融工作会议，其实就是处理3大问题。第一个问题，中国人民银行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是因为房地产贷款所产生的银行的债务的问题。第三个要处理的是地方政府的债务所引起的银行的债务的问题，要处理这3个问题。所以他现在把领导班子全部做调整，看能不能把这个问题越快处理越好，成为这个习近平口中的金融强国啊。再来，俄罗斯绍伊古讲的话是对的，美国当然希望这个亚太地区要有冲突啊，哪里有冲突啊？就是台湾跟大陆冲突啊。冲突了以后，台湾顶多就是乌克兰啊，要不然就是巴勒斯坦啊，美国照常是美国啊。这是判断这方面是对的只是美国有多少实力的问题因为对手是中国大陆，对手可不是以色列，也不是俄罗斯更加强大的一个军事强国那俄国的直升机说闯日本的领空，我们不要太相信日本人的说法，因为他讲的根氏半岛的领空，根氏半岛隔壁就是北方四岛，俄罗斯认为它是它的岛屿，两边间隔没有几个公里，请问你这谁的领空？哇，这个就有点的疑问了那我们不要去管他们两国的一些争端了但是中非的南海冲突不会有太大规模，除非美国想要尬一脚因为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尽量的忍让，就为了那一条破船嘛。中国希望它自然解体，菲律宾希望运水泥钢筋也把它加固起来，那这个冲突也不至于有什么扩大那李家超的问题，现在就说美国发邀请函给李家超，但是李家超说我很忙不去，就有点人说，发函给台湾，但是台湾所有的有公职身份的人都很忙，没有空去有异曲同工之妙。可是这是明显的是习近平对拜登的让步对，那让步呢，到底能够换到什么？大家都拭目以待所以这一次的习近平去 APEC 参加峰会，然后跟拜登又开场边会议，全世界包括中国老百姓都看，就说你这些让步换到什么东西，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考虑。我相信这也是当时王毅跟布林肯2个人开了7个小时。2个60几岁的人开个7个小时有什么好谈的啦？很简单，就是一定有很多利害关系在谈判当中那这个谈判呢，如果习近平拿回很多东西，那对于李家超有没有去，大家都不会太介意。那否则就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争议点。因为李家超为什么要被制裁，就是因为北京通过香港国安法，李家超去执行，被美国制裁。那如果是你北京通过的这个国安法，那被制裁，那你他又不能去参加 APEC， 那你自己跑去参加，就会成为一个人家批评的口实。我觉得惹来这个争端如果没有换回相当的利益的话，很不值得。所以这一点北京可能要特别的注意了，别小看这个问题。那至于人民银行买黄金去年就跟他讲了，买到现在才多少2000公吨比意大利很少，意大利3000公吨比法国还少，法国4000公吨对比俄罗斯还少，俄罗斯5000公吨比美国还少，美国8000公吨所以刚开始而已，亡羊补牢，现在已经还卖美国公债，去年最高点你不卖，卖到今年最低点你才卖好吧，这个既往不咎，先处理再说。所以买的还不够多。好，来我们进一下广告。
我们看到中美有可能破冰呢，对我们台湾影响可能也会持续增加当中。中美的关系要怎么走？我觉得还是要谨慎考虑啊，因为我们要密切观察。为什么呢？因为白宫的发言人今天有讲得很明白，说即使 APEC 习近平跟拜登见了面，也不会改变美国对于中国的政策，不会变。那也就是说，那我们就看他的政策是怎么样。我们都知道，在过去拜登时代的时候打科技战，啊，那打外交战、打军事战啊，那贸易战还是继续在打。那也就是说，想办法遏制中国的发展，这是拜登的政策，而且是苏利文直接公布的，说这是我们未来10年最重要的关键。那也就是要把中国压下来。他们如果这个方向都没变的话，那见了面也不会改变嘛。好，那我们就来看菲律宾这是怎么一回事。王毅去了美国访问这3天，美国布林肯有跟王毅讲得很明白，说他们对于菲律宾有军事这个协防条约，所以他对于菲律宾的承诺坚若磐石，绝对不会改变。结果王毅回来之后，第2天就30号，菲律宾就派军舰了，然后雷根号就到南海去了。这个很明显的就是美国就把航母战斗群摆在那个地方，然后要菲律宾这次是动用军舰了，不是海警船了。是过去是海警船，对，这次就动用护卫舰39号舷号嘛。那中国大陆的山东号也过去了啊。那所以2个航母战斗群在这一次的感知地理中都被发现，2个航母战斗群对峙在那个地方，中国大陆的战机也都启动了。这个时候，大陆的解放军已经不是海警船了，是军舰，就把菲律宾的船就赶走了。那赶走了以后，大家就来看你美国有什么反应，结果什么反应都没有，美国什么动作都没有。那美国不是对菲律宾有坚若磐石的承诺吗？但是没有介入。什么动作都没有，这代表什么意思呢？这代表就跟伊朗一样，伊朗说你以色列如果进入加沙，我就触犯我的红线，那我不排除会开辟第2、第3战场。结果以色列已经在礼拜5的时候也已经进入了嘛，在昨天打得更凶了嘛，已经开辟了几个航线，几个战线了，也就是从北部打，从中部打了，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伊朗有介入啊，伊朗还在看，这个就跟美国一样。给菲律宾最坚实的承诺，但是当中国的军舰把这个菲律宾的军舰赶走的时候，那美国也不敢介入，这代表什么？也就是代表就是说装腔作势，但是最后还是没有怂包啊，这个不敢介入，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案例嘛。是，来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请教彬哥怎么看现在包括国际局势里头的这些金融贸易行为？其实我必须讲哦，就是现在美国很明显的就是要菲律宾担任一个骚扰的角色，就是不断的在那边南海跟你闹，跟你闹个不休，然后希望借由这样，他不是希望菲律宾打赢大陆，那是不可能的，他是希望这样破坏中国大陆的国际形象，要塑造中国大陆是个威权阿爸，是南海霸权。这样他才有机会，才有理由介入南海。可是我觉得他选菲律宾真的是选到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国家，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围绕南海所有的国家里头，大概就是菲律宾的海军最弱。连汶莱都比他强。真的吗？汶莱有比较先进的护卫舰，菲律宾完全没有。菲律宾几乎都是一些老旧的东西。那你选择这样的一个去跟中国大陆那种量级。对中国大陆来讲，他根本不在乎。其实你看中国大陆在那附近，其实军舰也不多，它大部分是海巡。它海巡就很够用了，在那边晃，它光海巡的吨位都比它的军舰还大。对，那所以你叫菲律宾怎么去施展呢？所以我觉得菲律宾大概也就是配合演戏。然后你看日本更绝，说我要支援你，我支援你雷达，我就让你看。请问一下，他看到了又怎么样？菲律宾有任何武器可以去攻击吗？也没有，他就负责看。看有警戒，你来了，是这样，你走了，这叫支援吗？请问一下，看有什么用？看拿不出来。日本真的要支援，派你的，你也有海巡部队啊，你派去啊，你试试看啊。日本会吗？日本不会这样做。光是钓鱼台附近，解放不是那个大陆的海巡，没事就在钓鱼台的附近绕，已经让日本头痛的要死。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明显的。现在大家都在进行骚扰作战，包括俄罗斯对日本也是一样。是，然后讲。日本说什么他侵入他领空，那是直升机耶，你觉得直升机可以飞多远？
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嘛。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北京清华大学法学博士蔡正元，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蓝白合近在咫尺，可是这一步啊，怎么样都跨不出去，到底问题卡在哪里呢？而同一时间，我们看到民进党好像也慌了耶。我们来看看林静怡民进党的立法委员，他坦言，他说连绿营的支持者现在都在问，哎呀，蓝白合现在到底合不合得成啊？显示他们也担心蓝白一旦合起来，这个威胁性就大了。蓝白政治协商，我们看到赖清德昨天怎么说？他手指着天空啊，他说，只有一句话，那就是空。空空如也啊！我们看到昨天赖清德怎么说？他说对我后续的竞选活动不会有任何影响，因为很空啊。来听听看。今天蓝白之所以谈和，是因为不管蓝或者是白，都不是台湾的主流民意啊，更像是联合次要的敌人打击主要的敌人。那至于昨天他们所谓的共识啊，我大概只有一句话，就是空。对我后续的竞选活动不会有任何的影响。好，你看赖清德说一句话就是空，手还这样指着空这个对很多蓝或白的选民来说可能是挑衅有可能会激起他们的团结意志我们看看王世坚他怎么讲，他说我不怕啦，我不惊啦，因为柯文哲一直在用诈骗集团的手法，这是他一贯的伎俩。而经济部的小编也发文暗酸柯文哲我们看经济部怎么发文，他说不管蓝白合不合，希望柯主席可以看看余电合的成功案例，因为前一阵子柯文哲狂批余电的所谓的发电余电共生这件事情是在破坏我们的生态环境。而林濁水就是民进党的前辈他说这个可能如果蓝白真的合了，民进党很多非新潮流的会来按住，什么意思？因为赖清德是新潮流的，现在郑文灿新潮流要把持所有的这个资源吗？所以有可能如果蓝白合真的合了，民进党很多非新潮流的会来按住。而我们看看亮哥怎么说，亮哥说朱立伦没有松口开放互相站台，这是因为蓝白不合，国民党的立委恐怕会掉10席，真的有这么恐怖吗？我们看看另外一个关键性的因素，郭台铭。郭台铭的阵营今天下午去这个递交所谓的联署书，我们看到郭台铭跟赖佩霞一起联袂出身中选会要递交联署书。外界问他说：“郭董，你是不是会参选到底呀？”郭台铭不回这个，而且转身就离开，完全没有回应，一句话都没有说。我们来看看呢，这个郭台铭的联署贿选案全台湾都遍地开花我讲的是检调在侦查的过程中，那包括蓝营，也就是国民党的前中常委也被羁押了。这个人叫范成廉，他前几天呢，连续几天都陪着郭台铭来造势。国民党已经宣布停止范成廉党权2年处分，而且剥夺他的中常委为期2年。他因为涉入贿选案，现在传出已经被新竹地院裁定这个来羁押禁见了。而我刚刚讲的全台遍布的所谓的贿选案，这是郭阵营的联署行贿案件，包括台北看起来有北投的这个所谓的大佬，还有一些可能有一些道上的兄弟也在按住，而桃园有绿营背景的民代也帮忙在收联署书，新竹也有，高雄也是有高雄市党部的执委也来加入这个助他一臂之力屏东也有所以这个看起来各方势力都在按住郭董吗？希望他参选到底吗？而另外我们看到呢，讲到这个所谓大选的三卡都、四卡都，如果是四卡都四组人马来竞选的看起来这个所谓的这个第一个其他的小的这个势力就
不太有所谓的这个影响，没有什么举足轻重。我们先来把时间倒回到30多年前，1996年那个时候，李登辉连战哦这一组，他碰上的是彭明敏哦、林洋港、陈履安，其他3组。彭明敏这一组哦拿到20几%，林洋港这一组拿到14点多%，可是最后李登辉还是囊括大部分的选票。而2000年同样是五卡都，那前3名以外的候选人几乎没有这个轻重举无轻重的分量可以影响大局。也就是说，如果分裂越多，不是1对1的选情的状况下看起来都有可能是目前比较领先的绿营会得利。来，先请教彬哥，彬哥你怎么看包括这个蓝白合昨天有密会，那今天持续在发酵。蓝白合目前看起来双方还是没有办法达成共识啊，至少在总统这个层级方面，今天柯文哲跟朱立伦分别都有讲话嘛，双方的意见还是都不拢，那就看他们继续怎么样，是不是能够继续瞧下去。那当然，民进党一定密切关注，为什么？因为这个直接影响到赖清德到底会不会当选。因为如果蓝白真的合，赖清德民调显然就要屈居下风了。那所以赖清德虽然表示说他们都是空，其实如果都是空的话，大家没注意到赖清德过去根本连提都不提这些事。记者问他，他也不想回答，他就说那是人家家的事，他不管。那现在为什么要回答？表示他密切在关注嘛。你没有密切在关注的话，你正常应该怎么样？应该记者问他，他们有会合吗？他们在讲什么？我不知道。他说有这件事吗？对啊，这个不重要啊，对啊，这很重要吗？对啊，应该这样讲。可见你还是密切在关注嘛。那至于他有没有讲实话？有，他说这不会影响到他后续的选举行程。你知道为什么吗？是啊，因为他现在选举时间只剩一个啊，就抗中保台，还有什么？已经没了。他不管走到哪里，从一开始到现在不是都同样的东西，所以当然不会影响，就继续努力就对了。那至于说我们的林卓水老师，他说很多非新潮流会来按住蓝白合。我是没有他这么乐观我觉得民进党党性其实还蛮坚强的，也就是当他们觉得会有失去政权危机的时候，恐怕未必会这样做。你说派系彼此内斗那是难免，可是当面临到整个政权都会丢失的时候，我看这个效应恐怕不会这么大。我甚至认为赖清德，你不要看他现在民调只有30%几，如果蓝白一旦合，我认为他会冲到40%以上。我认为会，因为就变成有点1对1这种态势出现了嘛。那至于郭董，老实讲，我不太清楚他这一阵子到底在搞什么，因为很怪。正常就是因为已经要交联署书啦，就剩最后这段时间，正常的人应该什么？最后这个礼拜至少积极造势冲一波，对不对？就昨天最奇怪的就是他要发一个新闻，叫做曾心莹签署联署书了。那这个应该找很多媒体记者来拍冲一波啊，带一点新闻啊。结果是他们自己签自己拍，拍完之后发新闻稿给记者，然后不接受访问，这在干嘛？我不知道。这个不太像是最后冲刺想要把分数冲高的人的作为，更不要说前一阵子传出所谓的富士康被查水表之后，结果他神隐了好几天，这个都不像是这一种一路想要往前冲刺到底的人的一个做法。所以他到底联署能够通过多少？黄世修，我们土条又讲说，这一切都是由中选会政治决定。政治决定，因为今天记者有问黄世修说，到底送进去几份联署书？是他没有透露，他说明天还会再加送几份，所以明天才会宣布。这个就是我不懂的地方。通常，比如说他们之前有宣布，他们已经超过30万份，这 OK 啊。那接下来正常应该每隔个，比如说3-5天、1个礼拜，会告诉他，我们现在冲到50万份了、60万份了，因为这样才能够带高人气炒作整个氛围嘛，才能够让整个连数冲更高。可是他们后来，他们自从讲30万份之后就没有吭声了。那是到底怎么？是真的没有人连数吗？还是怎么样？所以郭董的整个状况一整个怪，然后再加上最近这一连串的从南到北，蓝的也有，绿的也有，都因为帮他连署，现在吃了这个所谓的贿选的官司，是这个就让大家觉得更诡异了。那我就直接讲大白话，因为这边节目就叫大白话。我认为郭董已经没有什么影响力了，我认为是这样。你觉得他会参选到底吗？我不认为，因为我当然了，我的判断可能错误，可是以现在的情况之下，郭董基本上已经被排除在领先团体之外。你说如果郭董愿意跟蓝白合，那他也许还有一席之地。但如果郭董还是执意认为先让大哥做4年，那我认为他下个4年，反正他还年轻，他继续下次再来。
反正他年轻气盛。对啊来请教这个蔡委员。你刚才提到蓝白合近在咫尺哦，对我这个台语发音不太懂，咫尺。那我跟各位讲，就怕咫尺天涯，咫尺天涯，跨不过去啊。那我要不客气的讲哈，虽然很多人听得不舒服，但是事实就是这样，蓝白合了，赖清德落选，蓝白不合，那柯文哲、侯友宜通通落选，这辈子政治生命都结束了。这么严重？当然，他两个还能再选吗？哦，很简单的道理嘛。这一次是他们两个唯一赢的机会。你让赖清德再干个4年8年，你说你们两个还有机会吗？还不可能的代志啦！我跟你讲，所有的蓝白选民把你们两个吐口水，你们两个都被淹死。我跟你讲，啊。那虽然你别看说很多国民党基层啊，什么这个民众党的网络的支持者啊，说我们一定要过柯啊，我们不要侯啊。我一定要侯啊，不要柯啊，刷刷去。你们两个都不是超级巨星，你们两个都不是金城武啊，你也不是伍佰，你们不像伍佰拿个吉他上去热力四射哦，粉丝满天下。你们两个啊，就是250、250，合起来才会500。那而且如果是分开来选的话，侯友宜的选票会比2016年朱立伦的选票更惨。更惨，会惨得一塌糊涂，而且国民党立委会大幅度落选。我话先讲在前头。如果不开放站台的话啦，他不可能开放啊，两边在选，怎么可能开放呢？对啦，也不可能开放，对不对？不可能开放嘛，这是你说这是立委啊，没那么好弄的。每个立委到时候全部保持中立，没有人会理你侯友宜，那更没有人会理你柯文哲啊，怕得罪谁？我干嘛惹这个事呢？所以就要靠个人经营实力，但是在跟民进党5%范围里面的，就会输得很惨。那我再讲一次，国民党跟民众党现在存在的意义只有一样，就是推翻民进党。如果你做不到这个目的，会被淘汰掉，彻底被淘汰掉。所以这个难怪这个赖清德要说什么都不是啊？为什么？因为一合他就落选啦，不合他就当选啦。全世界选举这么轻松，只有他一个人，你知道吗？那个翻牌翻的，这实在太特殊了一点。其他的郭台铭他的走向有3种，不要小看他。第一个蓝白合，我认为他一定会出来支持蓝白合。不管你是什么合，他一定会跑出来支持。第二个蓝白不合，他选到底很正当的啊，反正没差了对，没差。为什么？为什么选到底？那搞不好票数跟另外2个很接近，为什么？很多很气愤蓝白不合的人就把票投给郭台铭反正你输嘛。那这3个人就差不多的票，对，差不多的票，所以别小看这种叫做赌烂票，在台湾很传统的赌烂票。再来，但是郭台铭也有可能说，你们蓝白不合啊，那我挑一个来支持。这是第3条路。对，不要以为这不可能的不要这不可能。所以有3种可能性，影响都很大。而且我看郭台铭的民调里面有个很大特殊，他是经济选民在支持他，少说都有10%。而且其中有一部分差不多40%左右的经济选民是从赖清德那边过来的。这个现象实在非常非常的特殊可能有很多绿营呢，这个潜力的支持者觉得打了一个 BNT 也不得不投他一票，这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只能这样解读。所以会不会重演以前的什么李登辉的事情啊？不会不会因为李登辉太强了我们必须面对这个事。李登辉就是500，但柯文哲跟侯友宜现在都是250。他没有500的条件所以1996年的事情不会发生。2000年那个是历史上只能一次，很难再出现第2次就是国民党的党七系还是可以支持连战到一定的程度，但是侯友宜没那个条件，因为连战不管怎么说是纯粹纯蓝的，他没有任何被质疑的地方，不像侯友宜还有被质疑过这些，你为什么不挺杨国瑜，对不对？你为什么不挺4大公投等等的问题会出现。那所以这个会让这个陈水扁有渔翁得利的机会，但今年的选举就变得相对的简单，就是柯文哲、侯友宜你们要不要合？是不合，然后开始明天就是垃圾时间，合了以后轮到赖清德，明天开始垃圾时间，他讲什么抗中保台都没有用嘛，有什么用呢？对不对？因为60%选民就是要下架赖清德，而且柯文哲又很点小聪明，他说我不下架民进党，我只下架新潮流，就是林濁水所讲的要切割民进党，因为很多人反对新潮流嘛。
所以柯文哲是在跟新潮流以外的民进党员喊话，这个叫柯文哲在统战民进党新潮流以外的人。这个有道理。来请教赖老师，赖清德在不在乎蓝白合？当然在乎嘛，而且在乎的不得了，因为他很清楚的知道，他能不能赢，就是在于蓝白合。除了这个以外，他基本上来讲啊，你说到最后的要依靠非利选民的最后的智慧的决定，那这个变数就不一定了。但是以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因为赖清德清楚的知道，如果蓝白继续分裂，那对于他来讲胜选的几率最大。可是如果蓝白一旦合在一起，他胜选的几率几乎归零了。所以他当然在乎嘛。那因为在乎，所以要表现的他不在乎，所以才会说空。这个空没有人懂，这是什么意思？而且还讲空，讲空啊。那很明显的就是他真的讲不出一个字来，而且他一定是深思熟虑了，想了很久，想了很久以后讲不出更恰当的词，所以讲一个你说有哲学意味的也没有，你说有宗教意味也没有，你说是胡言乱语的，倒是有点像什么空啊？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谁知道什么叫空啊？四大皆空了啊！所以我是觉得，但是民进党确实焦虑哦，新潮流系更加的焦虑，因为刚刚我支持这个柯文哲的打法，他把这个民进党的打击面缩小了，是只针对于这个新潮流系，所以非新潮流系的这些人，未来在柯文哲如果他赢得选举，那非新潮流系的绿营的人进入他的内阁里面当官的可能性存在哦。是。那这样的话会让很多这个非新潮流系的选民，他的政治人物带队来去暗中支持柯文哲的可能性在啊。我觉得，但是目前我们来看的话，就是既然胜选的几率很大，只要蓝白一合在一起，就能够胜选，那为什么就谈不拢？这代表什么？这代表有人怕输，有人没自信，有人怕输没自信，输不起，所以一定要去找一个大家都不熟悉，而且从来没有玩过，而且只有在全世界193个国家中就一个国家在玩的，那叫做美国，把那制度引到台湾来。引进这种台湾人都搞不清楚、也不熟悉、也莫名其妙的一个制度，这叫做为个人量身而做，这叫做什么？输不起，怕输，训卡。哇，连赖老师都发出这种话了，就用一个台湾的选民最熟悉、最简单，而且国民党内也玩了很久的一个方法。就是决定嘛，为什么要当一个没自信的人，当一个训咖，当一个被人家瞧不起，最后成为历史罪人的这套莫名其妙的制度？为什么要搞一个台湾人永远搞不懂的莫名其妙的制度？说一定要移植到台湾来，就用全民调嘛？全民调有那么可怕吗？有可怕吗？谁会赢都不知道，谁会赢都不知道嘛。是为什么那么没自信？不要没自信嘛！哎呦，不要这么训吧。不过时间一点一滴的在过去哦，11月20号之前，如果再谈不出什么结果，蓝白合如果破局了，必须讲哦，赖清德真的是可以笑着睡觉了。